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美国花旗银行的信用卡如何去申请，以及申请完成之后如何去激活卡片，如何去设置消费提醒，拒绝盗刷，如何开通网银。提到花旗银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它在美国是资产排名第3的大银行。花旗银行的信用卡相对于其他美国银行的信用卡来说，主要有3个优点。首先，第一个优点是花旗银行的信用卡可以无限的生成虚拟信用卡，生成的虚拟卡可以设置消费限额，可以设置有效期，这样我们在网络购物的时候就可以用设定好消费限额和有效期的虚拟信用卡来付款，特别适合那种只想消费一次的或者说不想一直被扣费的订阅服务。第二个优点就是虚拟卡可以保护真实卡片的隐私，防止盗刷。如果说虚拟卡号信息泄露了，我们只需要删除这个虚拟卡就可以了但是实体卡信息泄露的话，我们还需要联系客服重新制作和发送新卡，而且这段时间内信用卡是没有办法使用的，这个时间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说推荐大家平时在网上缴费的时候就用虚拟信用卡进行缴费花旗银行的虚拟信用卡和实体信用卡是共享额度的第3个优点就是花旗银行的信用卡给出的额度一般会比其他美国银行的信用卡高比如说我最开始申请美国运通的信用卡只给了1000美元的额度，使用了3个月之后才提额到3000美元。摩根大通信用卡给了3100美元的额度，而花旗银行直接给了4700美元的信用额度，是其他银行的 1.5 倍。那么申请美国花旗的信用卡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呢？其实就是我之前介绍过很多次的美国数字移民套餐。第一，美国手机号码用于接收银行的短信验证码。第二，美国私人地址用于接收银行卡。第三，美国的个人税号 ITN 用作身份证明文件，代替美国社会安全号 SSN。第四，美国独立 IP 用于模拟美国环境申请信用卡。关于美国数字移民套餐内的几项如何去申请，我之前都做过详细的教程，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也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联系我代理申请。另外，申请美国信用卡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美国银行的支票账户，可以是实体银行，比如说像是 BOA、花旗、华美银行，或者说是券商提供的支票账户，像是富达基金、嘉信理财都提供了一个支票账户，或者就是门槛最低的虚拟网络银行提供的支票账户。只有拥有支票账户之后，我们才可以给美国信用卡还款否则即使我们申请了美国的信用卡没有办法还款，也是没有办法持久使用的。准备好了上面的资料之后，就可以跟着我下面的教程申请美国花旗银行的信用卡了。首先我们进入美国花旗银行的官网，点击页面左下角的信用卡在信用卡的页面可以看到有很多种类的信用卡对于新手建议先申请要求比较低的信用卡，比如说花旗的双现金信用卡，每笔消费都能获得 2% 的现金返还，非常适合新手入门。像下面的花旗 Premier 信用卡要求较高，新手通常很难申请通过我本次申请的是花旗的双现金信用卡，并且成功通过审批。接下来的演示就以这张卡为例进行说明确认选择申请这张卡后，点击现在申请，跳转到申请页面。信用卡申请流程和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去填写姓名、社会安全号码我们填写美国的个人税号 ITN， 国籍选择中国，填写我们申请好的美国私人地址、美国手机号码、邮箱，然后填写收入和每月支出即可选择一个安全问题并回答，然后勾选调译协议，最后点击同意并确定。接下来页面将跳转到审核结果的页面，由于我刚刚填写的资料是随便填的，所以肯定会提示无法通过申请。如果我们已经建立了大约半年的信用记录，如果不是秒拒的话，填写好资料就会显示正在审核中。同时我们的邮箱会收到一封邮件，在我们收到邮件的右上角有我们的一个申请的 ID， 这个需要我们牢记。然后在邮件里面有一个链接，我们点击查看申请状态，点击完成之后跳转到申请状态的查看的页面，在这里我们输入邮件右上角的申请 ID， 下面输入自己在申请时候填写的地址的邮编，点击检查状态。申请状态一般会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直接批准然后等待收卡，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花旗银行会给我们的私人地址寄送一封实体的信件，而这封实体信件上面有一个申请的参考编号。我们收到这个信件之后，把这个编号记下来，回到这个页面，然后点击检查申请状态，接下来系统就会跳转到一个页面，让我们去输入申请编号。这一步的目的其实就是花旗银行为了确认我们申请的时候填的这个地址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申请时候填写的地址能够收到花旗银行的信件，那就说明这个地址是真实的。我这边私人地址用的是 Anytime Mailbox 这家的服务商，我已经用了快3年的时间了，整体的服务还是非常不错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跳转申请。申请编号输入完成之后，花旗银行会提示我们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审核，一般24个小时左右，我们就会收到审核通过的电子邮件。这个邮件会告诉我们卡片通过了，然后信用额度是多少，大概7到10个工作日，这个卡片就会寄到我们的美国地址。我们收到卡之后进行激活注册网银就可以了。接下来就向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收到卡之后如何去注册花旗银行的网银，如何去激活这个卡片。注册网银的话，我们还是来到美国花旗银行的官网，在首页右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登录的选项，我们点击下面的登录，然后在这边输入自己收到的花旗银行的信用卡的卡号，点击继续在这个页面输入信用卡背后的3位 CVV， 在下面这个选项里去输入自己的 ITN 的后4位，输入完成之后点击下一步，到这个页面选择发短信给我，点击继续。接下来系统就会给我们开户时候填写的手机号码去发一个验证码，收到之后我们把验证码输入，然后点击继续。在这个页面的话是需要我们去设置3个安全问题，还有安全问题的答案，这个的话非常关键，建议大家一定要设置并且牢记。如果说我们在信用卡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需要联系客服解决，那么客服就会向我们去核对我们的安全问题和答案。如果说核对不通过的话，那么就代表身份验证没有办法通过，账户可能就会被持续的锁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进行设置，并且牢记问题和答案。设置完成之后点击继续，然后这边提示我们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点击下面的查看我的账户明细，系统跳转到这个页面，说明我们收到了一个 offer， 我们可以点击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就是一个信用卡现金提款的优惠，比如说我的信用卡的额度是4700美元，那么我可以选择把这个4700美元的额度转成现金提现到我的支票账户里面。因为我是新卡，所以说花旗银行给了我一个优惠的利率，就是我们这个钱转出去之后，在18个月之内是没有利息的。但其实我个人并不建议用这种方法来提取现金，除非说你的资金周转非常的紧张，急需这个现金。我这边是不需要这个现金的，所以说我们直接点击页面左上角的账户，然后跳转到我们花旗银行网银管理的界面。如果说你有花旗银行的支票账户，或者说其他花旗银行的信用卡的话，我们在这个页面也是都能够看到的。我们可以点击左边的我们的花旗银行的卡片，然后在右边就会跳出来这个卡片的一个基本信息。其实整体的界面还是比较简单明了的。我主要向大家演示几个主要的功能。首先是很多小伙伴都关心的虚拟卡的功能。我们可以点击这边的获取虚拟卡号，这边可以选择一下自己想要开通虚拟信用卡的哪个卡片，然后这边就选择一下虚拟卡片的有效期。我这边去选择最大有效期，也就是2年。但如果说我们只是一次性的付款，那么我们同样的可以把这个有效期设置为1天或者2天。下面的话是可以去设置虚拟卡的消费限额，我这边暂时跳过，然后点击创建号码。这边可以看到有个错误的提醒，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信用卡刚收到，我们刚刚操作的只是注册网银的过程，我们的信用卡并没有被激活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激活我们的信用卡，这样的话卡片才是正常的状态。激活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到花旗银行的首页，在登录窗口下面有一个激活，我们点击一下，然后在这边去输入信用卡的卡号，输入信用卡背面的 CVV 号码，然后输入下自己 ITN 号码的后4位，这边可以看到已经激活成功了。我们的卡片激活成功后才可以正常使用。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重新登录花旗银行的信用卡网银后台。现在我们再重新操作一下生成虚拟信用卡。可以看到我们按照刚才的步骤操作了之后，就可以看到一张虚拟信用卡已经生成了。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卡号和所有的信息，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可以输入卡片的一个名称。设置完成之后，我们点击查看控制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所有的信用卡。这边的话是如果需要更多的虚拟卡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边的生成新的号码，就可以激活多张虚拟信用卡了。已经设置好的信用卡，我们也可以点击编辑来对它的有效期和限额进行更改，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也是我申请花旗银行信用卡的主要动机。其他的话，我们来到首页可以点击一下查看所有的服务。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信用卡的一些设置，主要就包括激活卡片、关联新的信用卡，然后锁定卡片、设置 PN 这些。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点进去进行设置，不需要额外特别复杂的操作。需要注意的是，新的账户建议大家去设置一个自动还款。我们可以点击第二个菜单信用卡支付，也就是还信用卡。我们需要关联一个美国银行的支票账户来还信用卡，建议大家去设置一个自动还款，这样的话就不会忘记还信用卡了。设置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在这个页面点击一下还款，然后同意下协议，点击继续，接下来会跳转到 Pledge 的界面。在这个界面的话，我们可以绑定美国常用的各大银行的支票账户来进行还款。如果说在列表里面没有的话，我们可以点击下面的手动绑定。我这边的话是绑定了一个富达基金的支票账户，我们在这个页面去输入富达基金账户的网银登录名和密码进行验证，接下来就可以设置绑定成功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账户的昵称，方便我们来进行不同账户的识别。可以看到在这边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支付账户了。我们点击右边的设置自动还款，然后在这里选择一下我们绑定的富达基金的支票账户。自动还款的话，我这边就选择账单所有金额，然后选择自动还款的日期，每个月的8号是还款截止日期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设置。我这边是设置每个月的最后一天的28号来进行还款。然后在支付账户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绑定好的富达基金的账户。当然我们也可以点击下面的添加更多的支付账户，这样就不用进行重复的操作了。下面向大家演示一下花旗银行手机 APP 的一些操作因为我们已经注册好了网银账户，所以说我们的手机银行就不用再重复注册了。我们在这里直接用已经注册好的登录名和密码来进行登录。登录成功之后，首先我们需要设置一个 Face ID， 接收一个短信验证码，然后设置一个6位数的手机银行密码。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 Face ID 不可用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个6位数的数字密码来登录手机银行。在这边的话，账户快照我们开启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不登录账户也可以查看到自己账户的余额信息了。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登录后台了，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信用卡的一些常用的设置，然后在下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看到虚拟卡的一些信息。第二个菜单信用卡，我们也可以看到信用卡的一些信息。这些的话大家自己申请成功的话自己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想和大家重点分享的是如何设置消费提醒，也就是说每当发生了一次交易 APP 就会自动推送给我们提醒。这样的话，如果说有盗刷，可以第一时间知道，也可以第一时间去联系客服经理去处理。方法很简单，我们点击菜单栏最下面的个人资料，然后设置这里有一个账户通知。账户通知这里有非常多的选项，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余额变动的通知，第二个的话是支付变动的通知，第三个的话是支付超过限额的通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打开这些通知。通知的话，我自己选择的是 Push， 也就是直接 APP 推送。大家也可以去选择用邮箱或者手机号码去接收。花旗银行信用卡也可以绑定 Apple Pay 来进行支付，方法很简单，我们直接打开苹果钱包，输入卡号、有效期和安全码，然后接收一下短信验证码，这边就可以绑定成功了。以上就是美国花旗银行信用卡的申请、注册网银、激活卡片以及交易提醒的设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申请美国花旗银行的信用卡其实门槛还是有点高的，个人建议至少有美国信用记录1年之后再申请。那有的小伙伴就会说了你说的这些卡没有美国信用记录都没有办法去申请，那么我现在怎么样才能有美国的信用记录呢？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押金信用卡的方法来入门，我自己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入门的。我申请的第一张美国信用卡是Capital One 的押金信用卡所谓的押金信用卡就是我们在这个信用卡里面要先存钱进去比如说我们存1000美元，我们这张信用卡的额度就是1000美元当我这张信用卡使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说我们的消费和还款都是正常的话那么信用卡公司就会把这个1000美元的押金退还给我们，然后这张信用卡的额度就会变成1000
那么零基础的小伙伴申请押金信用卡，在使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美国的信用记录，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一步去申请其他的美国银行的信用卡比如说我的一个申请路线是先申请 Capital One 的押金信用卡在使用了1年的时间后，转换为非押金的信用卡然后就有了1年的信用记录之后我就申请了美国运通的信用卡接下来是美国花旗的信用卡，接下来就是摩根大通的信用卡当然花旗还有摩根大通的实体卡我还没有收到摩根大通的信用卡我也申请批准了但是还没有拿到卡片。等拿到卡片之后，我也会做视频向大家进行分享如何去申请以及如何去激活使用如果对这方面的内容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视频的更新啦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自己的观点，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那我们下期再见。